最近缅北再次爆发激战，同盟军变得更强大了。去年因为缅北内战登上热搜的缅甸领导人、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大将还记得吗？最近，缅甸国防军为了庆祝建军第79周年，在首都内比都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敏昂莱大将成了焦点人物。但如今的缅甸内战四处开花，敏昂莱的处境并不轻松。据报道，整个缅甸处于战火纷飞状态，多个地方武装与政府军交战，局势日益紧张。特别是在克钦邦、若开邦和克伦邦等地，政府军节节败退，城镇频频失守，敏昂莱面临着重大挑战。缅北爆发激战，缅军曾经强大的势力如今却受制于各民族地方武装，战事节节败退。自从10.27军事行动以来，缅军在缅北地区遭遇前所未有的挫败，各民族地方武装实力大增。其中，果敢同盟军和德昂民族解放军势头最猛，不仅占领了政府军的领土，还扩展了势力范围。缅北的地方武装们或许能一同度过艰难时刻，但是否能共享胜利果实则仍是未知数。他们对领土、人口和财富的渴望愈发强烈。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在3月26日，果敢同盟军某部611旅可能性较大车队从滚弄前往登尼、木邦，途经北胆邦军防区。双方在木邦县南扎拉乡至色乌巷乡之间区域内爆发武装冲突，北胆邦军率先开火的可能性较大，果敢同盟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双方经短暂交火后脱离接触。时隔一天，3月27日，在色乌乡班纳村北胆邦军基地附近，果敢同盟军被袭击后吃亏，咽不下这口气，派出200多人并带着无人机的作战部队，对北胆邦军基地展开了攻击。果敢同盟军作战经验丰富，攻击凌厉，无人机对基地投弹50多枚，炸得北胆邦军都不抬头。双方从早上打到中午，北胆邦军最终败退至丛林深处。双方高层进行对话，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此次危机，维护缅北各民族武装之间的团结。有人说是佤邦指使北胆邦军攻击果敢同盟军，是为了报复果敢同盟军与佤邦联合军的车祸事件。此次事件是给果敢同盟军来个下马威，制造缅北地区各民族武装的混乱。首先，佤邦与果敢同盟军和北胆邦军都是好朋友、好伙伴、好战友，在两支民地武组织的发展和壮大的道路上，佤邦都是鼎力支持。只是佤邦帮助北胆邦军更多是明面上，从军事训练到武器装备的援助，与北胆邦军并肩作战，打垮南胆邦军北上发展的行动。佤邦支持果敢同盟军更多的是暗地里，从资金到武器装备的援助，以及借道给同盟军作战，帮助收容果敢地区的难民，并提供衣、食、住、医疗等服务。佤邦并不想因为支持果敢同盟军而造成自己跟缅甸军政府的关系恶化。其次，佤邦与两支民地武是地理上的战略依存关系。同盟军控制区核心是果敢县，在萨尔温江以东地区，在佤邦蒙茂县、南邓特区和护板地区以北的方向。果敢同盟军是佤邦北部地区的有效安全屏障和经济贸易市场。北胆邦军地盘在萨尔温江以西地区，
是在佤邦蒙茂县和蒙能县以东，给佤邦中部地区提供了安全屏障和战略纵深。对于佤邦来说，这两支民地武都很重要，手心手背都是肉，不会希望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最后，佤邦的作战重心在南掸邦军身上更多。南掸邦军是佤邦联合军的传统敌人，算是世仇关系。南掸邦军前身是昆沙领导的蒙傣军，佤邦联合军与蒙傣军打了7年之久的掸邦争霸战，最终蒙傣军被击败，分崩离析。南掸邦军是从蒙傣军分离出的2000人为核心，加上其他掸邦军联合起来，组成现在近万人的作战部队。20来年之中，佤联军跟南掸邦军也没少交手。南掸邦军大型基地多建在泰缅边界，遇到危机时刻可以退入泰国境内获得庇护。南掸邦军在不断征召新兵扩军备战，让缅甸军政府放权，允许其地盘内自己事情自己说了算。为应对各方事态，佤邦联合军同样也在不断大规模征召新兵扩编作战部队。新得来的沪版地区同样也在征召兵役范围之内。佤邦从情从理都不会希望果敢同盟军与北掸邦军发生武装冲突，自己北部地区周边乱了，南部地区的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对佤邦本身没有一点好处。缅北各方还是信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果敢同盟军在10月27日军事行动中迅速崛起，占领了大片控制区和作战部队迅速壮大，战斗力也有了较大的提升。北掸邦军基本处在按兵不动的状态下，军事实力虽有较大提升，但碍于不能跟缅军完全处于敌对状态，控制区并没有大的扩展。北掸邦军前沿防守兵力一旦空虚，南掸邦军和缅军有可能重新夺回丢失的地盘，对北掸邦军形成战略牵制。果敢同盟军在北掸邦地区的壮大，刺激了北掸邦军的崛起。果敢同盟军地盘里控制掸族人的村寨，而掸族人更希望掸邦军来领导。果敢同盟军打下来的地盘，管你希望谁领导，是谁的传统势力范围，谁占了就是谁的地盘。两家民族地方武装发生冲突其实是早晚的事。自同盟军宣布对果敢地区发动全面进攻以来，1027行动还是掸邦北部的战斗，联盟就声称占领了4个城镇和数十个军事哨所，同时封锁了通往中国的贸易路线，并且不断破坏政府军用于支援掸邦前线的道路、通信设施和桥梁，使缅甸军方不得不依赖空中运输力量对果敢首府老街进行支援，包括使用直升机运输物资、接走伤员和高官家属，甚至空投特战人员加强防御。那么问题来了，同盟军这次怎么这么能打？其实果敢同盟军并没有突然变强，在2015年那次进攻老街的行动中，同盟军的3个主力旅就表现得相当不错，不仅拥有非常强的运动战能力，而且远程狙击手段也颇为娴熟。如此战斗力，离不开2010年同盟军重建后长期进行山地游击战的锤炼。当然，战斗力再强，军队也需要足够的经济基础供养。对于果敢同盟军的经济来源到底为何这个问题，外界了解甚少。网络上流传果敢同盟军自2009年一直在原始森林里打游击，而事实上它仍保有一块比较固定的根据地，即著名的红岩区，位于果敢特区红星区东部，比邻中缅边境的怒江和白虎山，
占地面积约为36平方公里。除了果敢境内的根据地，果敢同盟军还有其他的落脚点。敢邦东部第4特区自2009年后就允许同盟军领导机关和部分军队进入。第4特区现任政府主席林明贤为果敢同盟军创始人彭家声的女婿。在果敢同盟军控制的区域内，他们可以通过税收以及边境贸易的方式来筹措资金。除此之外，果敢同盟军也控制了萨尔温江和湄公河等流域的部分码头，既能用作物资中转，还可以收取过路费。另外，在2015年果敢冲突后，由于果敢同盟军在冲突中表现出了颇为不错的战斗力，于是被周边其他民族地方武装视为靠山。这些民族地方武装开始给果敢同盟军直接提供经济支持和后勤补给。果敢同盟军、若开军和德昂解放军进一步于2017年形成著名的3兄弟联盟，随后经常相互协同作战，在财政和后勤上也互通有无。若开和德昂都有自己稳定控制的根据地，且根据地内拥有玉石翡翠、矿产、红木、茶叶、农产品、甘蔗制糖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经济基础，也拥有边境贸易、特色旅游等第三产业，因此经济状况比根据地狭小的果敢同盟军自然好得多。他们对果敢同盟军的支持无疑在总体上加强了整个联盟的实力。除了3兄弟联盟之外，佤邦联合军和克钦独立军作为缅北民族地方武装中体量最大的2支，对于3兄弟联盟也颇有支持。这2支民地武装都有一定的军工制造能力，能自行生产轻武器、弹药甚至轻型火炮。缅北多个民族地方武装派系的不少后勤装备都有赖于克钦和佤邦的支持。已故的果敢同盟军创始人彭家声与克钦、佤邦领导人也有着不错的私交。实际上，区域内民族地方武装支持果敢同盟军的背后都有一个核心诉求，即希望果敢同盟军能够在缅甸政府军进攻时承担更多的压力。毕竟其他几支力量都有着稳固的根据地和族群人口，与政府军大打出手并不利于当地民生发展。而果敢同盟军老家丢了，剩下的地盘小，且有打回老家的诉求，显然更豁得出去。对果敢同盟军而言，哪怕连红岩根据地也丢了，大不了继续在游击区打游击。从本次1027行动的新闻画面来看，果敢同盟军并无明显的装备改善和提高，虽然部分武器有所更新，但仍是缅北常见的各种轻武器。至于作战装具、头盔以及新式军服，也是随处可以买到的民营低端产品。人员补充方面，近年来由于缅族内部分裂，果敢同盟军也开始招募非果敢人兵员，比如2022年成立的611旅，大部分成员都非果敢人。此次果敢同盟军在武器装备上最大的升级其实是无人机，不过也是常见的商用型号。近年来，反政府武装开始在缅甸内战中大量使用无人机，尤其是军政府抓捕昂山素季后，昂山的支持者组成的人民防卫军 PDF 中颇有一些缅甸高校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他们通过购买零件能够自行制造无人机，其中还包括使用瓦楞纸蒙皮的固定翼无人机。由于本身金属件极少，在雷达面前几乎隐身，缅北民族地方武装也经常将这种无人机当巡飞弹使用，据说实战效果不错。2015年后，
果敢同盟军承担的角色类似于区域内民族地方武装的先锋军和教导队，通过不断的实战，一方面打开局面，一方面帮助其他友邻部队训练人员，因此战斗力一直非常稳定。2017年3月，果敢同盟军曾突击老街赌场，造成30多人伤亡，将赌场金库席卷一空。与赶来支援的缅甸政府军及亲政府的当地武装交火后，全身而退。所以在2023年10月27日这次冲突爆发前，果敢同盟军很可能已经具备了直接攻击老街的实力，他们等的可能就是一个合适的机会。要知道，战争不仅仅依赖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同样很重要，你说是不是呢？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啊！再会。